今天这一集是日本超商新品，有追踪我们现实动态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们前阵子去快闪了一下冲绳，这次就有在超商 Seven、Lawson、全家分别有找到了一些最近出的新的商品，所以我们这次赶快回来，马上就想要把这些东西开箱来跟大家分享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帮我点个赞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欢可以帮我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第一个是这个波平糖果脆饼，我们分别看到了2个口味，这一个是蓝莓，这个是桃子口味。然后那时候我做功课的时候就有做说，它很特别，是它在里面有加跳跳糖，感觉是口感很丰富的糖果。它其实外观上面可以看得到，就是有一点点那种颗粒状。刚刚木易阳说长得很像泡澡球。确实真的蛮像的，很像陆浴球。蓝莓的香气蛮重的啊，可是这个蓝莓其实有点像药水味整个都是跳跳糖。如果你小时候有吃过，我们不是都有一包的跳跳糖，然后里面有1根棒棒糖了吗？它感觉就是把里面的粉做成了那一块，所以你现在整个嘴巴里面都在哔哔啵啵哔哔啵啵，是蛮特别的。如果你本身小时候就很喜欢吃跳跳糖的话，你会蛮喜欢的啦。但是它中间有一个酸，其实偏很酸就是蓝莓本身的那个香气，但是它整体的甜度是偏高的。不过还好啦，它一包里面其实没几颗，然后它里面又是这种分包装的，独立包装，所以我觉得还 OK。第二个是桃子口味的，一样在上面可以看得到有一点点这种颗粒的感觉。我觉得你可以咬它，我咬它啊，我比较喜欢桃子的，我也是，它一样也是跳跳糖的感觉，但是桃子的甜度没有这么高，微微的桃子的香气，这好怀旧哦。会在你的嘴巴一直哔哔啵啵哔哔啵啵，蛮吵的，就是你的颅内都会有那个跳跳糖的声音，蛮特别的啦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。如果你本身就是小时候你就很喜欢吃跳跳糖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买1包来尝试看看，是很有口感的糖果。Seven Premium 它有出了这个像冰淇淋一样的巧克力，分别有2种，一个是草莓，一个是巧克力版本。我上网先看了一下它的介绍，它就是说，就是让你可以吃起来就像吃冰淇淋一样，所以我也觉得蛮特别，很想要吃吃看。它的大小也太不一了吧？有这个这么大的，然后也有这个这么小的，这个品管的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其实光闻的时候，莓果的味道是蛮重的。它的不是很甜的是偏酸的那种莓果味。你有觉得像吃冰淇淋吗？我就是觉得吃了一个裹了很厚一层的巧克力的饼干。可是它的巧克力也不是偏硬，也不是偏化开，它就介于这2个中间的口感，比较厚实的。如果今天是以一个正常的巧克力球，我们可能平常吃到的就是薄薄一层，它可能就是加厚款。但是莓果的香气是算淡淡的，也不会到太甜，巧克力的甜度也不会到太高。我觉得不是不好吃的巧克力，但是也没有到超级惊艳。外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到有一层一层那种感觉，里面已经有裹了巧克力碎碎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真的就是巧克力感很重，很像在吃一个巧克力球。我觉得就很像在吃白巧克力球，然后里面是有饼干的那种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到特别，没有像他说的什么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。我是觉得就是不会再回购了。对啊，普通，我觉得吃起来就是普通。下一款是 Seven Premium 出的冲绳黑糖花灵糖夹链袋1包的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有特别做功课，它并不是只有冲绳买得到，它只是冲绳的相关商品而已。然后它的形体呢是长这样子，一个条状的，然后上面感觉就是有裹上了一层的像是黑糖霜的感觉，它闻起来的那个油炸味道是蛮明显的，反而没有黑糖的香气耶。立马来试试看，它是中空的这样，中间是酥松感的。大家有没有吃过台湾有一个很传统的小吃叫做祭胄？大家知道吗？我只知道台语叫做祭胄。这个吃起来的感觉就超级像我们台湾会吃到的那种祭胄的感觉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前面吃了太多糖，我现在觉得它的糖很适中，就是不是到爆甜，可是就是吃一个传统小吃你会印象中的甜度，就是 OK， 我觉得是可以的。但是确实你这一支吃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觉得稍微有点甜的，可那个甜又不会让你很讨厌的感觉。你在台湾本来就很爱吃祭胄的，我觉得你买这1包你应该也会很喜欢，我觉得是蛮好吃的。
下一款，这个是卡路比期间限定的札幌长薯条奶油口味。在买这个之前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这个到底有特别之处在哪里？我以为它只是出了一个新的口味，结果后来发现，看了它后面的包装说明，我就用翻译去看，它是比一般的这种薯条饼干还要再长之外，他说吃起来就会像是有现炸薯条的感觉。好厉害！对，吹捧的这么厉害，我们这么爱吃薯条饼干的，应该要买一包来试试看。它确实整个那种长度，好像真的是有比那种一般的薯条饼干再稍微长一点点的感觉啦。我觉得闻起来味道还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香气。我不太确定他想要表示的说吃起来像现炸薯条的感觉，是不是因为它本身的脆度很够，会让你觉得好像有吃现炸薯条感觉？但是我是蛮喜欢它本身的这个脆度的，它比较偏饼干的那种口感，不会刮伤颚。因为有些薯条饼干它的薯块很硬，它会刮伤颚，这个是不会，会一直想要再拿。这是刷嘴型的饼干。不过老实说，我觉得它的奶油味道没有这么重。如果奶油的味道再重一点，我觉得它的整个那种咸香度会更好吃。但是我觉得它是赢在它的口感，它真的是口感蛮不错的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不觉得说什么有真的吃起来像现炸的薯条，但是我觉得它是脆度表现很不错的薯条饼干，所以我觉得蛮值得可以买一包来吃吃看。下一个日本国民洋芋片品牌 YBC 的这个 Chip Star 梅子紫苏口味，我们是看到这一次超商出的这个东西是它的新品，我们才因为这样而了解了 YBC 这个品牌。日本人从小吃到大的洋芋片品牌，这么爱吃洋芋片，我们第一次才知道它。因为确实我也蛮好奇洋芋片跟梅子会蹦出什么样的新滋味。确实可以看得到有那种一点一点一点的，看起来应该就是有梅子粉裹在上面，就是马铃薯薯片的味道比较多。有点像在吃甘梅薯条。粉在它的表面，所以你舌头一下去的第一个感觉是梅粉来袭。而且这个梅粉的那种感觉是强烈的梅粉。我原本想说，感觉就是上面只有裹一点点，梅粉感超重。应该说那个梅子的味道是很强烈的，而且跟洋芋片搭配的很好这个我蛮喜欢的，我也蛮喜欢的。这个夏天很适合吧？对不对？因为夏天有时候就会想要吃一些酸酸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蛮刷嘴的。这个有看到真的可以拿，这个很好吃。它很特别哦，它就只有在超商限定。这个去 7 买来吃看看，好吃。Lawson 自有品牌出的薄荷巧克力棉花糖块。我们这一次刚好是5月去到冲绳，就有看到其实不管是无印良品或是便利超商，他们其实都有出了就是跟薄荷有关系的商品，而且是一系列。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很爱吃薄荷巧克力的，如果最近有去日本的话，你应该会蛮开心，可以买到蛮多跟薄荷有关的商品。薄荷巧克力棉花糖块，确实它蛮大一块的，然后外面就是你完全就可以感受到它就是薄荷，而且刚刚打开来闻的时候，薄荷的香气也蛮重。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爱吃薄荷巧克力的人，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让我改观。很好吃它因为有棉花糖跟一些巧克力，所以它其实口感很好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开箱过 Sweet Coin Plus， 它不是也有出过，就是外面是裹巧克力，然后中间是棉花糖的东西吗？那个棉花糖一咬下去就整个软掉。Lawson 这一款我不得不说，它外面的巧克力裹的算是蛮厚实的，巧克力咬下去跟棉花糖是呈现一个扎实的感觉。薄荷的香气真的蛮重的，我现在整个嘴巴很像是吃什么薄荷口香糖的感觉，但是不会讨厌，整体的甜度也不会到太高。这很好吃，有让我改观我喜欢它的口感而且我大概懂为什么叫夏天吃这种薄荷，因为你知道就是马上嘴巴会凉凉的，就会觉得很消暑的感觉。这有看到拜托拿一包来吃吃看，蛮好吃的。我觉得它比较可惜，它不是友善包装，因为它就是像我们一枚小泡芙这样打开来一盒，你就要赶快把它吃完，应该蛮容易就会把它吃完的。我觉得它真的是蛮好吃的，推荐这个有看到一定要买。薄荷小麦巧克力。
薄荷味超级重，我现在整个鼻腔都是凉的。它是我比较少会吃的那种巧克力，它感觉中间里面是小麦，外面有裹了一层的巧克力。刚刚木一阳就说，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种石头巧克力，像那种石头巧克力的感觉？它跟刚刚那一款比较不一样，刚刚那一款它是比较厚实的，裹一层的巧克力在外面，这个吃起来就很像是吃聪明豆外面那种薄脆型的巧克力在外面。对。然后再马上会吃到中间的那个小麦的感觉，而且其实中间小麦的感觉蛮点缀的。以薄荷味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刚刚的那个棉花糖的比较厉害，它整个薄荷味是直接在给你的，这个就是比较淡雅型一点。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薄荷味重一点的话，你可能要一次塞很多颗，你才会有那种觉得哇很薄荷沁凉的感觉。这个我觉得就是尚可以买来吃吃看。Blue Seal 的薄荷巧克力风味棉花糖，这个是我们在冲绳的全家看到的。它呢确实是冲绳限定，因为毕竟 Blue Seal 嘛，去冲绳大家应该都会吃啦。它的形体呢跟我们以前有吃到的那种棉花糖巧克力感觉蛮像的，然后外层有裹上了一层的薄荷巧克力，它中间的那个棉花糖是比较弹性多一点点的，比较有嚼劲的那一种。但是也是蛮容易就化开的，它的薄荷味也是蛮重的，它那很像在吃口香糖，或是那种凉糖会直接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种凉味。但这一个的口感跟刚刚 Lawson 的那个比起来，我觉得 Lawson 那个大胜。我比较建议它整颗吃进去，你开始咀嚼它的时候，偏酥松型的那种巧克力，酥酥脆脆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再配合上棉花糖，我觉得口感也不错。但确实，我现在目前心目中还是觉得 Lawson 的Lawson 那个真的蛮强。不过说实话，里面只有8小块，然后这一包就快要台币快要50块。果然就是 Blue Seal 真的是有一点点偏贵。如果以价格来说，我觉得 CP 值没有到非常高，我会宁可你多花这一包的钱去买 Lawson 那一包，跟 Lawson 那一包真的比较好吃。这个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尝鲜啦，没有到非常一定要买。下一款，这个是 Amos 出的琥珀糖魔力红 Sugar 但我先说我不确定，因为我是看它网络上的翻译写说它叫做魔力红，就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魔法红，它前面是因为它上面这里写魔法，可是我网络上面查，他们写说是魔力红啊。好啦，反正不重要，重点是它本身好吗？这一款琥珀糖它很特别的是，它这一颗里面就会有2个味道，一半是桃子，一半是草莓。我就想说，真的假的？怎么有办法在同一颗里面可以做出2种风味？我是真的觉得蛮特别的，也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2种不同的颜色。我们就先吃吃看，这就是琥珀糖的口感，就是外面酥酥脆脆的，中间是软糖。你刚刚吃到什么口味？我也没有感觉，我觉得整个吃起来就是桃子的味道而已。咬下去中间的口感比较像果冻，就会这样化开。对，不像不是软糖的感觉，是口感很好。因为你咬下去的时候，你就是外面酥酥的、碎碎的感觉，又会跟中间像果冻的软糖融合在一起。这个我自己是倒还好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我是蛮喜欢它外面那一种口感的。但是我可能对琥珀糖没有这么热爱。这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就只有在全家贩售，所以如果有看到的话，可以买1包来吃吃看，可以感受一下琥珀糖的那种口感的变化啦，我觉得是蛮特别的。上面是有皮卡丘的，很可爱，跟百变怪，然后它就是奶昔，它是莓果的奶昔，然后甜味比较重，吃到果粒哦，有一点酸酸的那种感觉哦，蛮消暑的啊。但是其实跟我们台湾的那种酷冰沙喝起来的感觉差不多。确实，它的莓果牛奶的味道是想象中味道，就是有印象中有类似喝过东西的，然后吃得到一点点那种果粒的感觉。但是甜度有比较高一点，我觉得基于可爱啦。对，我觉得包装是比较可爱的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日本超商新品。好，我们一样，最后来选出你一定会回购的一款哦，只有一款哦。你要买哪一款？我们等下就异口同声的说出那一款的名字。好 ，OK， 好，倒数哦，3、2、1 ，Lawson 的薄荷巧克力棉花糖，名字太长了。我的推荐大家一定要买的就是这一个 Lawson 自有品牌出的薄荷巧克力风味的棉花糖块。
我觉得主要是经验程度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会主动去吃薄荷巧克力的人，所以其实我本身对薄荷巧克力也不会有非常大的爱好。可是它确实有做到让我不觉得讨厌，而且是舒服的那种薄荷巧克力的味道的感觉，所以是我觉得我给它蛮高的评价。我也很希望荧幕前的你可以买一包来吃吃看，我觉得不会失望，真的是好吃的。大家记得冰起来哦。哦，对。因为我有先上网查，他说冰起来会比较好吃，所以我们本身是有把它冰起来的，冰起来真的赞，推。我选了这个梅子口味的，就是我本来就喜欢吃这种咸咸甜甜的饼干，应该是咸咸酸酸吧？对，咸咸酸酸的。确实，它在超商的时候还有限定很多其他口味，比如说什么浓气司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我下次就会想要试试看它其他的口味。对，我是相见恨晚这个品牌，因为确实，这个也是我觉得心里让我很挣扎的，因为我觉得它也是口感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我好像没有吃过用梅子风味做的洋芋片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买来吃吃看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日本超商新品，你会买哪一款？赶快留言告诉我，或是你已经买了哪一款也觉得很赞的，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